我们全家回东北老家过年，却遇见特大暴雪，高铁被困山中失联，而我的表弟骗走我们全部钱财和食物，甚至为了一块面包，亲手将我们一家推出车外冻死。饥寒交迫下，我含恨而亡。再睁眼，车厢广播响起：列车启动，请注意安全。姐，我要喝水，渴死我了，你快去给我买。耳边传来不耐烦的催促声，我猛地转头，看见表弟陈浩正戴着降噪耳机，整个人瘫在二等座的座椅里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疯狂点击，连头都没抬一下。看着这张熟悉的令我作呕的脸，前世被他推入雪堆冻死的剧痛仿佛还在骨髓里回荡。我死死咬住下唇，直到尝到血腥味，才压下扑上去掐死他的冲动。看了眼手机，距离那场毁灭性的雪崩只剩不到1小时，这时我要活。江宁，你聋了吗？我说我要喝水。陈浩一把扯下耳机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怎么跟个木头似的？让你买瓶水这么费劲？坐在旁边的母亲见状，连忙打圆场。小浩别急，你姐刚睡醒，可能有点懵，要不姑姑去买吧。爸爸也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担忧地看向我。小宁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紧握着手中温热干燥的手掌，看着父母关切的脸庞，我眼眶中不自觉泛起泪花。上一世，爸妈就是这样。为了维护亲戚间的面子，对陈浩一忍再忍。结果呢，这个被全家捧在手心里的宝，报答我们的方式竟然是让我家破人亡。姐，你别装死啊！陈浩不耐烦地踹了一下我的椅背，赶紧去，我要喝那个进口的气泡水，别买错了。心底生出一阵恶寒，我借着起身的动作躲开了他的脚。距离那场毁灭性的雪崩还剩下不到1小时，我得赶紧想出办法，争取让爸妈和自己都活下去。而第一步就是摆脱这个吸血鬼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立刻抓起手机，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。老板，对，那个方案我再改了。什么？现在就要？我捂住听筒，对爸妈和陈浩比了个手势，一脸焦急。公司出了点急事，老板发火了，我得去车厢连接处接个电话，顺便处理一下文件。真晦气，破班有什么好上的？那你顺路把水给我买回来，快点啊！陈浩翻了个白眼，嘴里嘟囔着，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会唯唯诺诺的答应，但现在我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等着吧。说完，我拿起自己的随身大包，头也不回地向车厢连接处走去。穿过2节车厢，确认陈浩那个懒鬼绝对不会跟过来后，我靠在冰冷的车门上，大口喘息，眼里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，又被我狠狠擦去。没时间哭了，我要利用这最后的1小时，把全家从地狱门口拉回来。至于陈浩，我回头看了一眼2等座的方向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喝水，这一世我就让你看着我们喝，而你一滴也别想沾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条暴雪红色预警的弹窗推送，看着屏幕上那刺眼的红色感叹号，上一世那种胃部被胃酸腐蚀的灼烧感再次袭来。没时间浪费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食物。高铁虽然设施先进，但我们乘坐的这趟车次并不提供无限量的餐食补给，也就意味着食物是吃一点少一点的。在被困的前5天里，车上的食物基本充足，乘客间还会互帮互助。等到了1周之后，情况便开始恶化，常常有人为了食物大打出手，甚至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局面。而我和爸妈带着陈浩这个拖油瓶，自然成为了弱势群体。时间紧迫，我一路小跑来到餐车车厢。你好，我要盒饭。我喘着粗气趴在吧台上，乘务员微笑着问：女士，您要哪种口味的？有红烧牛肉和香菇滑鸡都要。我打断他，压低声音：把你们现有的热链盒饭给我拿15份，另外自热米饭和自热火锅有多少拿多少，凑够20盒。乘务员一愣：女士，这么多，您吃得完吗？公司团建，老板急着要。我没废话，直接亮出付款码。麻烦快点，赶时间。见我态度坚决，又给了钱，乘务员不再多问，手脚麻利的开始打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列车出事的第1天晚上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很快就会过去的意外，盒饭还会正常发放，并且是免费的，不算今天我和妈妈2人吃1份半，爸爸吃1份半，一顿就是3份。这些食物足够我们3人撑过最危险的前5天。至于别人，上一世我把口粮分给别人，换来的却是全家冻死的结局。这一世我只想活着。一共1800。我毫不犹豫扫码付款，看着堆积如山的盒饭，我眉头一皱，直接拿回去。陈浩那个馋鬼可能会发现，搞不好还没出事就被他造了一半。您这有大的黑色垃圾袋吗？最好是不透明的那种。我问乘务员，乘务员找来2个巨大的黑色加厚清洁袋，我将盒饭和自热食品整齐码放进去，塞得满满当当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又去洗手台接了点水，洒在袋子表面，又故意在袋口抹了一点刚才在过道捡到的橘子皮汁液，制造出一股酸涩难闻的味道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拖着2个沉重的黑袋子，弯着腰往回走。回到2等座车厢时，陈浩正戴着耳机大喊大叫：上啊！辅助你是猪吗？保护啊！看见我拎着2个大黑袋子回来，他摘下耳机，一脸嫌弃地皱起鼻子：姐，你搞什么？让你买水，你捡破烂去了？这一股什么味儿啊？酸不拉几的。我把袋子往座位底下一塞，动作粗鲁，脸上却是一副虚弱的样子。别提了，刚才在那边接电话，晕车没忍住，吐了一点在袋子上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还装模作样的干呕了2声。这袋子里装的是老板让我带回去的易碎样品，说是陶瓷工艺品，几万块一个呢。刚才差点给我摔了，吓死我了。一听呕吐和几万块，
陈浩像触电一样把脚缩了回去，整个人往里面缩了缩。耶，恶心死了！你离我远点，别把那晦气东西蹭我鞋上，我这可是 AJ。他捂着鼻子，满脸厌恶，看都没看那2个袋子一眼。爸妈倒是心疼了，妈妈赶紧掏出纸巾给我擦汗。小宁，怎么晕车这么厉害？快坐下歇歇。爸爸也皱眉，什么老板啊，这么折腾人？东西放好了吗？别碰坏了，又要赔钱。我借势瘫坐在椅子上，挡在座位和陈浩之间，虚弱地点点头。放好了，就在座位底下。陈浩，你脚老实点，要是踢碎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谁稀罕碰你那破烂玩意儿？水呢？我的气泡水呢？陈浩翻了个白眼，切了一声。我从兜里掏出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，扔在他怀里。气泡水卖完了，只有这个，爱喝不喝。陈浩刚要发作，看了一眼我脚边的2个散发着异味的黑袋子，又怂了回去。穷酸样儿。他骂骂咧咧地拧开瓶盖，灌了一大口。看着他毫无防备的后脑勺，我摸了摸藏在羽绒服内侧口袋里的几块高热量巧克力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。喝吧，尽情的喝吧，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喝到的最后一口干净水了。距离出事还有最后20分钟，我拿起了爸爸放在小桌板上的保温杯。爸，水好像有点凉了，我去给您接点热水。一边陈浩的矿泉水已经见底，他把空瓶子往桌上一扔，理直气壮地指使我：姐，再去给我买瓶可乐，要冰的，刚才那水一点味儿都没有。虽说出事后，因为四周都是雪地，水源并没有成为主要问题，但我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是很好。我还是想让他们尽量喝上干净的温开水。爸爸的保温杯是1升的，我直接灌满，我们3个人喝，节省一些能撑过3天。为保证万无一失，我又去自动售货机买了10瓶瓶装饮用水，塞进了随身的大包里。打水回去的路上，我看见商务座车厢的门半开着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位置有人。这趟车虽然人多，但舍得花大价钱坐商务座的人毕竟是少数。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成型。回到座位，我把保温杯递给爸爸，然后一脸焦急地在身上摸索起来。坏了，坏了！我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脸色煞白。妈妈被我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，小宁？什么坏了？我颤抖着手指着陈浩。浩浩，刚才姐去接电话的时候，是不是把给你买的那个最新款的游戏机放在你那边的网兜里了？陈浩一听最新款游戏机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连游戏都不打了。游戏机 Switch 还是 PS5 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他在自己面前的网兜里翻了又翻，空空如也。哎呀，我急得直跺脚，肯定是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，顺手放在刚才坐的那节车厢的空座上了，那可花了我5000多呢。陈浩一听5000多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他比我还急，站起来就要往外冲。我指了指脚下的黑袋子，故作焦急。我得看着这2袋样品走不开。浩浩，你腿脚快，赶紧去后面2节车厢找找。陈浩虽然懒，但在游戏机面前爆发出了惊人的行动力。行，我去。他二话不说，抓起手机就往外冲。看着他消失的背影，我立刻收起脸上的焦急，转头对父母说：爸妈，快收拾东西，我们要升舱。升舱？升什么舱？爸爸还没反应过来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！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迅速将座位底下的2个大黑袋子拖出来。可是浩浩还没回来呢。妈妈犹豫地看着陈浩跑走的方向。没事，我已经给他发微信了，让他找到东西直接去商务座找我们。快走，要是晚了，老板反悔就不给报销了。一听是老板报销，一向节俭的父母也不再多问。我们3人拎着大包小裹，拖着装满食物的黑袋子，冲向了车头的商务座车厢。找到列车长补了票，刷卡进入商务座的那一刻，世界瞬间安静了。宽敞的独立空间，柔软的皮质座椅，还有可以关闭的磨砂玻璃推拉门，这里将是我们在这个末日列车上唯一的堡垒。我迅速将2个大黑袋子塞进宽敞的行李柜深处，用几件厚衣服盖得严严实实，又把所有的水都藏进了座椅下的储物格里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长舒一口气，瘫软在座椅上。小宁，浩浩怎么还没来？妈妈还在担心那个白眼狼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距离雪崩还有最后5分钟。妈，其实根本没有游戏机。我握住妈妈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，你们可能不信，但请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给陈浩开门。父母愣住了，刚想问什么，突然车身剧烈晃动起来，巨大的轰鸣声从头顶传来，仿佛天塌地陷，车厢内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尖叫声四起。我知道雪崩了，世界陷入了黑暗与失重，剧烈的急刹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。我本能地扑向母亲，将她死死护在身下，耳边是刺耳的刹车声和重物坠落的闷响。抓紧扶手！我大声喊着。黑暗中，我听见咔嚓一声脆响，紧接着是父亲压抑的痛呼：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母亲惊慌失措地摸索着，应急灯闪烁了几下，终于亮起昏暗的光。只见父亲脸色煞白，满头冷汗，左脚脚踝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别在座椅腿上，显然是刚才剧烈晃动时为了护住母亲被甩出去撞到了。爸，我心头一紧，立刻冲过去查看，脚踝迅速肿胀起来，像个馒头。没事儿，就是扭了一下骨头，应该没事。父亲咬着牙，强忍着剧痛安慰我们：该死，这就是蝴蝶效应吗？上一世父亲直到冻死前身体都还算硬朗，这一世却在开局就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这意味着
我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车厢里，彻底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弱病残。姐，开门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商务座的磨砂玻璃门被砸得震天响。江宁，你敢耍我啊？快开门！门外传来砸门声，母亲有些不忍，我却按住她的手，指了指父亲肿胀的脚踝。妈，放他进来，死的可能就是爸。母亲眼神一暗，不再说话。我猛地拉开门，陈浩正要踹门，见状就要往里挤。算你识相，我要睡那个躺椅。滚出去！我一把挡住他，目光落在他背后的双肩包上，把我爸的包放下。什么包？这是我的。陈浩梗着脖子狡辩，我懒得废话，趁他不备，猛地拽开拉链，哗啦一声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，除了几件脏兮兮的卫衣，一块金灿灿的机械表和那个板砖大的户外充电宝格外扎眼。我爸的手表，家里的充电宝。我捡起东西，冷冷地看着他，趁乱不救人，先偷东西。陈浩，你还是人吗？周围乘客投来鄙夷的目光。我这是借。陈浩脸色涨红，见借口被拆穿，恼羞成怒的挥拳就打。你敢污蔑我？若是前世，我肯定会被他吓住，但现在我手里握着那块沉甸甸的充电宝，那是我们在黑暗中生存的希望。我猛地抬腿，一脚踹在他膝盖上。哎呦！陈浩平时缺乏锻炼，虚胖无力，被我这一脚踹得直接跪倒在地。我顺势将他的东西踢出商务座的门槛。滚！从今天起，我们家没你这个亲戚，别想再踏进这个门一步。陈浩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他狼狈地爬起来，抱着衣服瞪了我一眼。江宁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姑姑知道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说完，他灰溜溜地拖着箱子往2等座跑去。我砰的一声关上推拉门，反锁，世界再次清静了。我靠在门上，大口喘息，手心全是冷汗，回头看向父母，他们正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爸妈，我举起手中的充电宝，声音颤抖却坚定。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我们3个，谁也不能信。父亲看着肿胀的脚踝，又看了看我手中的东西，终于长叹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被困的第2天，车厢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。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到来的救援迟迟未到，手机信号也完全中断，只能当个手电筒用。昨晚那顿免费的盒饭已经被消化殆尽，饥饿开始啃噬每个人的神经。商务座这边还好，毕竟人少，大家还算体面，但隔着那层磨砂玻璃，我能感觉到2等座那边躁动的气息。咚咚咚，有人敲响了我们的推拉门，我立刻警觉起来，透过特意留出的一条缝隙往外看，门外站着2个人，一个是陈浩，另一个是个穿着名牌西装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。男人手里挥舞着一沓厚厚的红色钞票，看厚度至少有1万块。陈浩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男人身后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。姐，这是赵总，想买点吃的。陈浩贴在玻璃上，身后跟着个挥舞钞票的中年人。我冷笑一声，这白眼狼这么快就拿我们去邀功了？干什么？我隔着门缝问。1万块买2桶泡面。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这可是发财的机会。陈浩也在旁边帮腔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我脚边的黑袋子。看着那沓红钞票，我只觉得讽刺。上一世，陈浩就是为了几百块钱，把我们藏的一点饼干全卖给了别人，让我们饿得头晕眼花。这一世，风水轮流转，我拿起桌上一包早就准备好的、已经过期受潮碎成渣的干脆面，拉开一条门缝。赵总以为我要收钱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。这就对了嘛，小姑娘。哗啦，我把那1万块钱狠狠推了回去，紧接着把那半包干脆面碎渣劈头盖脸的扔了出去。细碎的面渣洒了赵总和陈浩一身，有些甚至落在了地上肮脏的地毯上。拿着你的臭钱滚！我冷冷地说道。在这儿，这玩意儿连废纸都不如。赵总愣住了，显然没料到会被人这样羞辱。陈浩更是傻眼了，看着地上的面渣，喉结动了动。下一秒，让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那个平时眼高于顶、非进口气泡水不喝的陈浩，竟然像狗一样扑在地上，也不嫌脏，用手在那肮脏的地毯上抓起那些混合着灰尘的面渣，拼命往嘴里塞。面，有面吃！他一边塞一边含糊不清地喊着，眼里闪烁着贪婪的绿光。赵总见状，也顾不上什么老板的架子了，竟然也蹲下身去抢那些碎渣。我的，这是我买的。2个平时衣冠楚楚的人，此刻为了这点猪都不吃的碎渣，在地上扭打成一团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，只有无尽的快意。小宁，身后的母亲有些不忍地别过头去。我转身，从保温杯里倒出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，递给母亲。妈，喝点热的。我看着门外那2个丑陋的身影，平静地说道。看着吧，这还只是开始，在生存面前，尊严和金钱一文不值。我重新将门反锁，把那一幕荒诞的闹剧隔绝在门外。陈浩，这还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地狱还在后面。被困第3天的夜里，车厢内的应急电源彻底耗尽，最后一盏昏黄的灯光闪烁了2下，熄灭了。整个高铁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静，只有窗外呼啸的风雪声愈发刺耳。黑暗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惧，还有寒冷。虽然我们一家贴满了暖宝宝，还裹着最厚的羽绒服，但在失去供暖的车厢里，依然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意顺着缝隙钻进来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比寒冷更可怕的
是失联。手机电量耗尽，意味着彻底与文明世界断开连接。而对于陈浩这种离开手机就活不了的网瘾巨婴来说，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我的手机没电了。二等座那边传来陈浩崩溃的嚎叫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厉。姐，我知道你有充电宝，你给我充一会儿。他开始疯狂地砸我们的门，我爸皱了皱眉，想说什么，被我按住了。我打开手边的露营灯，这是我特意准备的。柔和的白光瞬间照亮了我们这一小方天地，也让门外的黑暗显得更加深沉。我把灯光调亮，故意让光线透过门缝射出去。门外的砸门声停了一下，紧接着是更疯狂的拍打。姐，求你了，只要让我把手机充上电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陈浩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走到门边，没有开门，只是冷冷地隔着玻璃问：真干什么都行。行，只要给电。陈浩忙不迭地答应。好啊，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把你身上那件大鹅羽绒服脱下来，塞进来，我就把充电宝给你。门外沉默了。现在的车厢温度已经降到了-10几度，脱掉羽绒服就意味着要把自己暴露在极寒之中。姐，这太冷了，能不能换个？陈浩哆哆嗦嗦地讨价还价。爱换不换，我做事要关灯，反正我有电有光，我不急。别关灯，我换。听到我要关灯，陈浩彻底慌了。片刻后，门缝底下被塞进来一件带着体温的黑色羽绒服。给你了，快把充电宝给我。陈浩的声音已经在打战了。我捡起那件羽绒服，摸了摸口袋，确定里面没有藏什么凶器后，随手扔给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父亲。爸，再盖一层，暖和点。然后我从包里翻出一个早就坏掉的、外壳裂开的充电宝，这本来是我打算扔掉的电子垃圾，没想到这时候派上用场。我把这个废品顺着门缝踢了出去。拿去，滚远点充。门外传来陈浩惊喜的抓闹声，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。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跑去找数据线了。几分钟后，二等座那边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。坏的，是坏的，江宁你个骗子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想象着他此刻穿着单薄的卫衣，在-10几度的黑暗中捧着一个废铁，冻得鼻涕眼泪横流的样子。活该！我关掉露营灯，重新钻进温暖的被窝里，只留下一盏微弱的小夜灯。被困第4天，生存环境急剧恶化，最先崩溃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卫生系统。断电2天，二等座的集便器彻底罢工。溢出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厢臭气熏天，即使紧闭商务座大门，那股恶臭依旧无孔不入。幸好我这次回老家过年，特意给家里的猫主子带了2大包进口猫砂，靠着这些猫砂和加厚垃圾袋，我们这方小天地成了全车唯一的净土。这巨大的反差引来了觊觎。砰砰砰！这次砸门的不是陈浩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透过报纸缝隙，我看到陈浩站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几个抱着孩子的家长，还有几个一脸横肉的男人。姐，快开门，这边的厕所没法用了。陈浩捂着鼻子在门外大喊，身后跟着几个抱孩子的家长。是啊，姑娘，孩子憋坏了。资源应该共享，凭什么你们独占干净厕所？七嘴八舌的指责声混杂着孩子的哭闹，道德绑架的大网铺天盖地罩了下来。我心里清楚，一旦这扇门打开，进来的绝不仅仅是上厕所的人，他们会发现我们有吃有喝，有暖和的被窝，到时候这扇门就再也关不上了。陈浩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他眼里闪着算计的光。姐，你看大家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自私了。只要你开门，我们保证不乱动东西，就上个厕所。对，就上个厕所。后面的人附和着，已经有人开始用力推门，玻璃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。父亲紧张地握紧了手里的保温杯，母亲也吓得脸色苍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掏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N95口罩戴上，又给父母也戴上，然后我猛地拉开一条门缝，外面的人以为我要妥协，正要往里冲，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从我身后的父亲口中传出，这咳嗽声听起来极为痛苦，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一样。我站在门口，眼神惊恐，故意压低声音，却又让所有人都能听见。别进来，千万别进来！我爸他好像不是普通感冒，他咳血了，刚才吐了一地的血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举起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透明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我用番茄酱和红颜料调制的血纸巾，鲜红刺目的颜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瘆人。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，还是那种极强传染性的变异株。现在这里全是病毒，不想活的就进来，我正好缺人帮我照顾病人。我说着，做事要打开门去拉陈浩的手。好，你是亲戚，你进来帮帮姐，我爸快不行了。陈浩尖叫着往后跳了一大步，撞倒了身后好几个人。肺结核，传染病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恐的呼喊，在封闭的空间里，对传染病的恐惧瞬间压倒了生理需求。快走，别被传染了！刚才还气势汹汹要闯门的家长们，此刻抱起孩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生怕慢一步就会染上绝症。那个一脸横肉的男人也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！”捂着口鼻退得远远的。转眼间，门口只剩下陈浩一个人，他脸色煞白，死死盯着我手里的血纸巾，腿都在打颤。姐，你别过来啊！我免疫力低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连滚带爬的往回跑，甚至因为慌张摔了个狗吃屎。真是一群怂包！我冷笑一声，把那袋血纸巾随手扔在门口的垃圾桶里，以此作为一道无形的生化防线。砰！再次关上门，反锁。父亲还在那边咳得停不下来。
我赶紧递过去一杯水。爸，辛苦了，演技满分。父亲喝了口水，无奈地笑了笑。只要能护住咱们家，渴死我也愿意。危机暂时解除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当饥饿和绝望战胜恐惧的时候，这道防线也会失效。我们必须撑到救援到来的那一刻。被困的第5天，人性终于彻底崩塌。透过商务座那条窄窄的门缝，我看到了如地狱般的一幕。在2等座车厢的过道里，缩着一个年轻女孩，看打扮应该是个大学生，独自一人出门。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帆布包，那是她最后的保命物资。在她旁边有个4、5岁的孩子一直在哭闹喊饿，孩子的母亲是个身材壮硕的女人，正烦躁地拍打着孩子，眼神却时不时瞟向女孩的包，或许是实在不忍心看孩子受罪。女孩犹豫了很久，颤抖着手从包里掰了一小块巧克力递了过去。大姐，给孩子吃一口吧，别哭了。女孩的声音很虚弱，却透着一股善良。那一刻，我几乎想要冲出去大喊别给，但我忍住了。在这个末日列车上，善良是比病毒更致命的东西。果然，那个母亲接过巧克力，连句谢谢都没说，直接塞进孩子嘴里。孩子不哭了，但那个母亲的眼神变了，那是野兽尝到血腥味后的贪婪。妹子，你看你包里还有吧？我家孩子还在长身体，一块哪够啊？再给点呗。女人向女孩伸出了手，语气理所当然。女孩吓坏了，抱紧了包往后缩。没了，真没了，这是我最后一点吃的了。我自己也2天没吃饭了。骗谁呢？我刚才明明看见你包里鼓鼓囊囊的。女人突然变了脸，一把抓住了女孩的包带。年纪轻轻的心肠这么硬，想饿死我儿子啊？拿来吧你！啊，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女孩惊恐地尖叫起来。这一声尖叫没有引来正义的使者，反而引来了饥饿的狼群。原本瘫在座位上奄奄一息的人们，听到动静纷纷抬起头。当他们意识到是在抢食物时，所有人眼里的光都变了。有吃的，他有吃的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下一秒7、8个人冲了上去，将那个瘦弱的女孩团团围住。而在这些人里，冲得最快的竟然是陈浩。见者有份，大家快抢啊，别让他独吞。陈浩一边喊着那套强盗逻辑，一边凭借着男性的体力优势，硬生生挤到最里面。女孩绝望地哭喊着，死死护着怀里的包，但她哪里是一群饿狼的对手？那个壮硕女人狠狠扇了女孩一耳光，趁她发懵的瞬间，一把抢走了帆布包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女人疯狂地翻找着，几包饼干和面包散落出来，还没等她高兴，周围的人一拥而上。陈浩一口咬住女人的手腕，疼的女人松了手。他趁机抢走了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和一大包牛肉干。哈哈，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！陈浩抱着战利品，脸上露出扭曲而狂喜的笑容，完全不顾那个女孩已经被推倒在地，被人踩了好几脚。混乱中，甚至有人扒掉了女孩身上的羊绒围巾和羽绒服。这衣服暖和，归我了。短短几分钟，那个好心施舍巧克力的女孩被洗劫一空。她只穿着单薄的毛衣，蜷缩在冰冷肮脏的地板上，嘴角流着血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而那些抢走她东西的人正躲在角落里狼吞虎咽，甚至还在抱怨抢得太少。商务座内一片死寂，母亲捂着嘴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作孽啊，真是作孽啊！那姑娘太可怜了。小宁，我们要不……她看向我，眼里带着一丝祈求。我知道她想说什么，哪怕是一件衣服，一口水，也能救那个女孩一命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母亲，然后伸手指了指门外正抱着牛肉干狂啃的陈浩。妈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声音冷得像冰。那个带头抢劫的是你疼了10几年的亲侄子，那个被打得半死的女孩就是几分钟前的我们。如果我们现在开门去救她，下一秒躺在地上被扒光衣服、被踩在脚底下的就是你，是我，是爸。在这个车厢里，没有无辜者，只有幸存者。母亲转过身去，死死抱住了父亲的胳膊，不再发一言。被困第6天，2等座的秩序彻底崩坏。一个叫彪哥的光头男人纠集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混混，靠着暴力手段控制了那边的物资分配。而陈浩这个软骨头，为了混口饭吃，不出意外的成了彪哥的狗腿子。彪哥，我没骗你，商务座那边真的有吃的，我亲眼看见那个贱人买了一堆盒饭进去。门外传来陈浩讨好的声音，紧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和金属撞击声，咚咚咚。这次不是敲门，而是用灭火器在砸门。玻璃门在剧烈的撞击下出现了裂纹，摇摇欲坠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把吃的交出来，不然老子把门砸烂了，进去弄死你们！彪哥粗犷的声音透着凶狠。父亲紧张地握紧了我从餐车顺来的不锈钢西餐刀，母亲吓得瑟瑟发抖。我知道这次光靠咳嗽是吓不住这群亡命徒的，必须玩点大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翻出所有的药盒，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，甚至还有几盒治疗心脏病的药，一股脑全倒在小桌板上。然后我又拿出那瓶红颜料调制的血水，倒了一点在嘴角，又往父亲的枕头上撒了一些。爸，躺好，抽搐，翻白眼。妈，你负责哭，哭得越惨越好。唉，安排好一切，我猛地拉开门锁，却只开了一条缝，整个人瘫软地跪在门口。别砸了，求求你们别砸了！我披头散发，嘴角挂着血迹，手里举着一盒药，哭得声嘶力竭。门外的彪哥和陈浩愣了一下。哟，小妞还挺识相。彪哥狞笑着想要推门，别进来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吧！我们要去隔离，我们要去医院。我死死抵住门，
眼神涣散。救命啊！我爸吐血了，变异病毒，空气传播，沾上就死。我披头散发的扑过去，伸出沾满血迹的手就要抓彪哥的裤腿。大哥行行好，带我们去医院，药全给你们。彪哥低头一看，只见我满手是血，身后的老头正浑身抽搐，枕头上红得触目惊心。这哪是肥羊，分明是毒窟。卧槽！彪哥像被毒蛇咬了一样，猛地往后跳开，一脚踹开我的手。真他妈晦气，全是病秧子。他这种在道上混的人，最怕的就是这种不明不白的绝症，抢点吃的容易，要是把命搭上就不值了。陈浩，你他妈敢坑老子，这就是你说的肥羊？这他妈是太平间吧？彪哥转头就是一个大耳刮子扇在陈浩脸上，陈浩被打得原地转了一圈，捂着脸委屈地喊：彪哥，我不知道啊，前几天还没这么严重。滚，离老子远点，别把病毒带过来。彪哥嫌恶地看了陈浩一眼，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带着手下捂着口鼻落荒而逃。以后谁也不许靠近这节车厢，谁去谁死。他在远处大声下令，彻底把商务座化为了禁区。陈浩捂着肿起来的脸，看着重新关上的玻璃门，眼里充满了恐惧和怨毒，却再也不敢上前一步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擦掉嘴角的颜料，长舒一口气。但看着那道已经出现裂纹的玻璃门，我知道我们的堡垒已经不再坚不可摧。被困的第5天，绝望的气息已经浓郁的化不开。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了轰鸣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震得车窗都在微微颤抖。飞机，是飞机！有人在2等座那边兴奋地大喊起来。原本死气沉沉的车厢瞬间沸腾了，所有人像疯了一样扑向车窗，拼命拍打着玻璃，挥舞着手里能找到的一切鲜艳颜色的东西。救命啊！我们在这儿，看这边，看这边啊！我也走到窗边，抬头望去，透过风雪，隐约能看到一架直升机在低空盘旋，机身上的红十字标志在白雪中显得格外耀眼，那是希望的光芒。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救援来了！陈浩激动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这次他甚至顾不上害怕病毒，整个人贴在玻璃门上，脸上带着狂喜和报复的快感。哈哈哈哈！江宁，你完了！救援队一来，我就告你，告你虐待亲属，告你见死不救，告你私藏物资，我要让你坐牢，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他歇斯底里的笑着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我戴着手铐被带走的画面。父母听到这话，脸色有些发白，担忧地看向我，我却只是淡淡地看了陈浩一眼，转身坐回椅子上，甚至还有闲心拿起一本书翻看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平静地说，装，你接着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陈浩以为我在强撑，笑得更猖狂了。然而下一秒，那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2圈，并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降落或投放物资。风雪太大了，能见度极低，再加上复杂的山地气流，直升机根本无法靠近地面。他尝试了几次悬停，都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。最后，他无奈地拉升高度，调转机头，伴随着轰鸣声，渐渐消失在茫茫雪原的尽头。车厢里的欢呼声戛然而止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紧接着是比之前更加绝望的哭嚎声：别走啊！求求你了，别走啊！我们还在下面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跪在地上磕头，有人疯狂地撞击车窗，有人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希望升起又破灭。这种落差足以击垮一个人的精神防线。门外的陈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张着嘴，呆呆地看着天空，像个被抽去了灵魂的木偶。不可能，怎么走了？怎么能走了？他喃喃自语，突然双腿一软，跪倒在门口，双手抓着头发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。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像个被遗弃的巨婴。刚才那副要告我坐牢的嚣张气焰瞬间烟消云散。我在屋内从包里拿出一盒自热米饭，撕开加热包，倒上水，滋滋的水声在安静的商务座里显得格外清晰。米饭的香气慢慢飘散出来。我看着门外崩溃大哭的陈浩，眼神冷漠。我知道前世救援队是在第12天才真正抵达的，现在的每一次希望都只是为了折磨这些人的神经。哭吧，我轻声说道，拿起勺子吃了一口热乎乎的米饭。希望破灭后的绝望往往会催生出最极致的疯狂。直升机飞走后的第2天，2等座那边的气氛变得阴森可怕。彪哥那伙人已经不再掩饰眼中的凶光，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我们这节禁区。陈浩为了在彪哥面前挽回带错路的过失，也为了换一口吃的，再次献出了一条毒计。彪哥，那帮病秧子虽然有病毒，但只要不接触不就行了？我听到陈浩在门外压低声音，语气阴毒。咱们可以用火攻把那些座椅套拆下来点着，从门缝塞进去，用烟把他们熏出来，或者直接熏死在里面。咱们再戴着口罩进去拿吃的，反正那个江宁手里肯定有药，咱们也不怕传染。彪哥显然被说动了，在这个冻死人的鬼地方放火不仅能杀人，还能取暖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好主意，陈浩，你小子够狠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赏你半块面包。谢谢彪哥，谢谢彪哥。很快门缝底下开始冒进浓黑的烟雾，刺鼻的焦糊味瞬间弥漫在狭小的商务座空间里。着火了，小宁，着火了！母亲惊恐地捂住口鼻，父亲想要去堵门缝，却被浓烟呛得直咳嗽。我看着那不断涌入的黑烟，眼神一凛。这群畜生为了吃的，
竟然真的敢在封闭的高铁车厢里放火，这是想拉着全车人一起陪葬吗？好在我早有防备，高铁商务座车厢的角落里配备了2个干粉灭火器，我一把抄起一个，拔掉保险销，对着门缝狠狠按下压把，白色的干粉顺着门缝狂喷而出。门外正蹲在地上往里塞燃烧物的陈浩和彪哥，猝不及防被喷了个正着。啊！我的眼睛！卧槽！什么东西？2人被干粉糊了一脸一身，呛得连连后退，手里的火种也被瞬间扑灭。我没有停手，一脚踹开已经有了裂纹的玻璃门，举着灭火器冲了出去。来啊！想放火是吧？我像个疯子一样对着这群人疯狂喷射，白色的粉尘在狭窄的过道里弥漫，呛得所有人睁不开眼。想死大家一起死，这车厢全是易燃物，只要火烧起来，谁也别想跑，都得烧成灰。我歇斯底里的大吼着，手里还举着另一个没开封的灭火器，做事要砸向车窗玻璃。只要我砸碎这玻璃，外面的暴风雪灌进来，大家瞬间冻成冰棍，我看谁能活。这种同归于尽的架势彻底震慑住了这群亡命徒。彪哥虽然凶，但他更怕死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白粉，看着我那副不要命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些发怵。疯婆子，真他妈是个疯婆子！他骂了一句，转头就把气撒在陈浩身上。这就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差点把老子害死！啪！彪哥一巴掌扇过去不够解气，抬起脚狠狠踩在陈浩的手上。啊！陈浩发出一声惨叫，捂着手在地上打滚。彪哥饶命！彪哥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滚！以后再敢出这种馊主意，老子把你扔出去喂狼！彪哥带着手下骂骂咧咧的走了，临走前还心有余悸的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灭火器。我站在一片狼藉的过道里，浑身沾满了白粉，像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看着地上疼得打滚的陈浩，我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滚！陈浩颤抖着爬起来，捂着那根明显变形的手指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连滚带爬地逃回了2等座的黑暗中。我退回商务座，用胶带重新封死门缝，放下灭火器。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被困第7天的深夜，车厢里安静的可怕，那种安静不是安宁，而是濒死的沉寂。大部分人都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，只能蜷缩在座位上，靠减少活动来维持生命体征。但黑暗中依然有罪恶在滋生。我睡不着，透过门缝往外看，借着微弱的月光反射，我看到2等座车厢的连接处有几个人影在晃动，是彪哥那一伙人。他们占据了那里，因为那里离厕所远，空气稍微好一点。在他们面前跪着几个人。彪哥，求你了，给口吃的吧，这块表是我结婚时买的，好几万呢。一个男人颤抖着递上一块手表，彪哥接过表，看都没看一眼，随手扔进旁边的袋子里，然后扔出一小块发霉的饼干。滚吧！男人如获至宝，抓起饼干塞进嘴里，连嚼都没嚼就咽了下去。紧接着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陈浩。他此时已经瘦得脱了相，原本虚胖的脸颊凹陷下去，颧骨突出，像个骷髅。他跪着爬到彪哥脚边，手里捧着一个红绳系着的金锁，那是他周岁时姑姑特意去寺庙给他求的长命锁，说是能保佑他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。从小到大，这块锁就像他的命根子一样，连洗澡都不肯摘。彪哥，这是金的，纯金的，能不能换半瓶水？陈浩的声音嘶哑的像砂纸磨过。彪哥拿过金锁，掂了掂分量，嗤笑一声，就这点金子，现在金子能当饭吃吗？彪哥，求你了，我真的快渴死了。陈浩不停地磕头，额头撞在地板上砰砰作响。彪哥眼珠一转，露出一抹恶趣味的笑，想喝水也行。看着那边的尿壶了吗？那是兄弟们刚才剩下的，你把它喝了，这半瓶水就归你。周围的小弟发出一阵哄笑，我以为陈浩会拒绝，毕竟他曾经是那样一个娇生惯养、非进口水不喝的大少爷。然而下一秒，让我感到生理性不适的一幕发生了。陈浩只是犹豫了1秒，就爬向了那个尿壶。好，我喝。他闭上眼，端起那个散发着骚味的塑料壶，仰头灌了下去。为了生存，他彻底抛弃了身为人的尊严，变成了一只只求活命的野兽。哈哈哈哈，好狗，真是条好狗。彪哥笑得前仰后合，把半瓶喝剩下的矿泉水扔在地上，赏你了。陈浩扔掉尿壶，扑过去抢那半瓶水，咕咚咕咚灌进肚子里，脸上竟然露出了一种满足的神情。我看着这一幕，胃里一阵翻涌，差点吐出来。这就是上一世那个把我们推向死亡的凶手吗？看着他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，只觉得可悲。小宁怎么还不睡？身后传来父亲虚弱的声音。我回过头，帮父亲掖了掖被角。没事爸，看场戏。我重新躺回床上，闭上眼。陈浩的堕落让我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。我要带着爸妈干干净净、有尊严地走出这个地狱，而陈浩就让他烂在这里吧。被困第8天的清晨，寒冷达到了顶峰，车厢内壁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，每一次呼吸都能看到白色的雾气。父亲的脚伤因为缺乏药物和持续的低温，肿得更加厉害了，甚至开始有些发烧。虽然我们有退烧药，但在这个全是人精的车厢里，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父亲压抑的咳嗽声在寂静的商务座里显得格外清晰。这不再是演戏，他是真的病了。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有人在门缝处徘徊，是彪哥手下的一个小弟，正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。显然这几天我们这边太过安静，让他们起了疑心。彪哥说，这帮病秧子要是真病死了，
咱们就能进去拿药了。要是装病，哼哼。门外传来小弟的嘀咕声，我心里一紧，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在装病，或者发现我们还有体力反抗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必须加码。我拿出一个保温杯，里面装着我早就准备好的用番茄酱、红颜料和一点点水调制的脓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一条门缝，那个偷听的小弟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哇！我把那一杯脓血直接泼在了门口的地板上，甚至溅了几滴在那个小弟的鞋上。爸，你别吓我啊！怎么吐这么多血？我转身扑向父亲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。血，全是血，肺都咳出来了。那滩红色的液体在白色的地板上触目惊心，散发着一股怪异的腥甜味。那个小弟低头看着鞋上的红点，脸瞬间吓绿了。卧槽，真吐血了，还是喷射状的。他像见了鬼一样，连滚带爬的往回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彪哥，不好了，那老头吐血了，喷了一地，这病毒太猛了。二等座那边瞬间炸了锅，原本还对我们这边虎视眈眈的人群，此刻恨不得把肺都掏出来洗洗。快把连接处的门堵上，别让空气飘过来。有人找来破衣服和报纸，疯狂地封堵二等座和商务座之间的连接门。陈浩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本来就躲在离我们最近的角落里，此刻听到喷血，吓得直接从座位上弹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往车厢最远端跑。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他一边跑一边把身边的人推开，甚至把一个老人推倒在地。最后他缩在离厕所最近也是最臭的那个角落里，用一件破衣服死死捂住口鼻，浑身发抖。因为极度的恐惧和寒冷，再加上那个角落漏风严重，当天晚上陈浩就开始发高烧了。他烧得满脸通红，说胡话，却没人敢靠近他。大家都在传那个商务座的病毒已经飘过来了，陈浩就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倒霉蛋。听着远处陈浩痛苦的哼哼声，我重新把门关好，擦掉地上的血迹。爸，看来咱们这出戏演得太逼真了。我给父亲喂了退烧药和温水，看着他渐渐平稳的呼吸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这道用恐惧筑成的防线暂时又稳固了。被困第8天的傍晚，暴风雪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，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彪哥那伙人虽然控制了大部分物资，但也架不住这么多天的消耗，他们开始变得更加暴躁，动不动就打人发泄。商务座内，我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虽然省吃俭用，但囤积的食物也即将见底。看着最后一块压缩饼干和一小包牛肉干，我沉默了。我把饼干掰成3份，递给父母，借着微弱的小夜灯，我掀开了父亲盖在腿上的厚羽绒服，一股淡淡的腐臭味夹杂在寒气中飘了出来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父亲的左脚脚踝已经肿得像个充了气的气球，皮肤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紫黑色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溃烂流脓。虽然我有消炎药，但在这极寒的环境下，血液循环极差，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，伤口根本无法愈合，反而开始恶化坏死。爸，疼吗？我颤抖着手，不敢触碰那伤口。父亲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却还是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不疼，就是有点麻。小宁，别担心，爸这老骨头硬着呢。但我知道他在撒谎，如果不尽快得到专业的医疗救治，这条腿恐怕保不住了，甚至会引发败血症，危及生命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原本我打算一直苟到救援来，但现在看来，父亲的腿等不起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陈浩被打断腿的惨叫声，那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。我看着父亲强忍痛苦的脸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彪哥带着人再次来到了商务座门前，里面的把门打开。彪哥的声音平静的可怕，我知道你们还有吃的，也知道那老头没死，别装了，再装老子就放火把这节车厢点了，大家一起死。我知道最后的决战来了。被困的第9天，外界断粮，彪哥站在商务座门前，手里的铁棍敲击着地面，发出当当的催命声。别装死了，我知道你们听得见。他的声音沙哑而阴冷，车上的吃的都没了，再不出去找路，大家都要饿死在这儿。既然你们家有病秧子，活着也是浪费空气，不如做点贡献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父亲，他已经烧得有些迷糊了，嘴里说着胡话。那条紫黑色的腿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触目惊心。如果在车厢里继续耗下去，彪哥迟早会破门而入，而父亲也会因为感染而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知道救援队会在哪里出现，我也知道大概的时间，只要我能走出去，就能带回救援，救父亲的命。彪哥的逼迫反而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契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示意母亲照顾好父亲，然后拉开了那扇已经满是裂纹的玻璃门。彪哥看到我出来，冷笑一声，哟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他身后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小弟，还有被架着断了一条腿的陈浩。陈浩看到我，立刻像疯狗一样大喊，彪哥，让他爸妈去探路，他们家有钱。彪哥转头看向我，听见了吗？识相点，把你爸妈交出来。我冷冷地看着这群人，目光最后落在彪哥脸上。探路？你们确定？我指了指身后的父亲，声音平静却透着一股决绝。我爸现在高烧40度，腿已经烂了，就算你们把他扔出去，他也爬不动半里，那是浪费力气。彪哥皱了皱眉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向前一步，目光直视彪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人群最后那个半死不活的陈浩。我和陈浩去，这一刻不仅是为了摆脱你们这群恶狼，
更是为了给我爸搏一条生路。全场一片死寂，陈浩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去，我腿断了，我不去。他疯狂地挣扎起来，想要往后缩，我却不给他退缩的机会，继续对彪哥说道：彪哥，我是女的，体力肯定不如男的，但我表弟虽然腿断了，但他年轻啊，爬也能爬很远。而且我故意压低声音凑近彪哥，他是你小弟，肯定对你忠心，让他去，万一找到了路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回来告诉你，而不是自己跑了，你说对吧？这是一句诛心之言。彪哥这种多疑的人，最怕的就是探路的人真的找到了路，却自己跑了。如果派一个残废去，再加上我这个弱女子，我们根本跑不快，也不可能丢下大部队独自逃生。彪哥的眼睛亮了，他看着陈浩，就像看着一个完美的探路工具。好主意！彪哥咧开嘴，露出一口黄牙。陈浩，既然你姐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去吧，为大家做点贡献。不，我不去，彪哥饶命啊，我是你的人啊！陈浩绝望地尖叫起来，但彪哥已经不耐烦了，挥了挥手带走。两个小弟架起拼命挣扎的陈浩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向车门。我回头看了一眼父母，给了他们一个坚定的眼神。爸妈，等我回来。说完，我转身跟上了彪哥的队伍，走向那扇通往死亡也通往生机的车门。陈浩，我们的账该算清了。车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，吹得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外面的世界白茫茫一片，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，哪里是深渊。去吧，别回头。彪哥站在车门边，手里拿着铁棍，眼神冰冷地盯着我们。陈浩死死抓着车门的扶手，指甲都抠进了橡胶里，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彪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当狗，别让我去送死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哀求。姐，你跟他们说我不去，我是你亲表弟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站在他身边，紧了紧身上的羽绒服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亲表弟，我轻笑一声。当初你为了讨好彪哥，出主意要放火烧死我们一家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亲表姐吗？陈浩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陈浩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也是你欠所有人的。我凑到他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上一世你把我爸妈推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求你的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陈浩瞳孔猛地收缩，像看鬼一样看着我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上一世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彪哥已经不耐烦了，磨磨唧唧干什么？走你！彪哥抬起脚，狠狠一脚踹在陈浩的屁股上。啊！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陈浩飞出了车厢，重重地摔在厚厚的积雪里。你也去！彪哥用铁棍指了指我，我没有挣扎，深吸一口气，自己跳下了车。积雪没过了膝盖，刺骨的寒冷瞬间穿透了裤管，身后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。彪哥那张狰狞的脸贴在车窗上，冷冷地注视着我们，示意我们往前走。陈浩趴在雪地里，断腿的剧痛让他根本站不起来，他只能一边哭嚎，一边用手爬着雪，试图往回爬。救命！开门啊，放我进去！我走过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从雪坑里拖出来。别白费力气了！我看着前方茫茫的雪原，眼神坚定，想活命就跟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？陈浩惊恐地看着我，牙齿打颤。去找生路。我没有告诉他，我知道救援队会在哪里出现。我也没告诉他，上一世我就死在这片雪原上，这一世我要用他的命铺出一条回家的路。爬起来，走！我用力拽了他一把，陈浩惨叫着，不得不拖着那条断腿，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风雪中，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向着远处的山脊艰难移动，风雪像无数把细小的刀片割在脸上生疼。我们已经在雪地里跋涉了将近2个小时，陈浩早就没了力气，全靠我硬拖着他在雪地上滑行。那条断腿在身后拖出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，很快就被新落下的雪覆盖。我不行了，姐，饶了我吧，让我死在这儿吧。陈浩的声音虚弱的像蚊子哼哼，整个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机械地迈动着双腿。快到了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救援队的直升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在前方那个山脊的背风坡发现我们的。那里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平台，是最佳的降落点。起来，别睡！我抓起一把雪，狠狠塞进陈浩的脖子里，冰冷的刺激让他猛地抽搐了一下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勉强清醒过来。看前面，那是山脊，翻过去就能活。我指着前方那个模糊的黑影，大声吼道。求生的本能让陈浩再次爆发出一丝力气，他手脚并用，像条虫子一样在雪地里蠕动。终于，我们爬上了山脊。此时风雪似乎小了一些，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几缕金光。我站在高处，极目远眺，果然在远处的山谷里，几个穿着鲜艳橙色冲锋衣的小黑点正在移动，是搜救队。他们正在用生命探测仪搜寻幸存者。我激动得浑身颤抖，立刻抬起手腕。我的手表表盘是特制的反光镜面，这是我特意为了这一刻准备的。我调整角度，对准搜救队的方向，利用那一缕阳光，有节奏地晃动着手腕，一下、2下、3下，强烈的反光在雪原上如同闪电般耀眼。几秒钟后，那几个小黑点停了下来，紧接着
我看到有人挥舞起了红色的信号旗，他们看到了，有人来救我们了。陈浩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原本死灰般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狂喜的光芒。救命啊！我在这儿，快来救我啊！他突然像回光返照一样，从地上弹起来，不顾断腿的剧痛，发疯似的大喊大叫，甚至还在雪地上蹦跶。闭嘴！我脸色大变，猛地扑过去，想要捂住他的嘴。别喊，会雪崩！这片山脊积雪极厚，结构非常不稳定。刚才我们的攀爬已经扰动了雪层，现在他这么大喊大叫，简直是在找死。但陈浩已经疯了，他一把推开我，眼里闪烁着癫狂的光。你滚开！你想独吞救援？你想让我死？他歇斯底里的吼叫着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我姐要杀我！快来救我啊！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头顶传来，脚下的雪地猛地颤抖了一下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山顶的一大块积雪像白色的巨浪一样缓缓断裂，然后加速滑落。二次雪崩来了！你这个疯子！我绝望地骂了一句，转身就要往旁边的岩石后面跑。然而陈浩却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恶意。他看到雪崩来了，知道自己跑不掉，但他不想一个人死。江宁，既然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他猛地扑过来，死死抱住了我的大腿，把我定在原地。要死一起死！他狰狞地笑着，那张扭曲的脸在雪崩的阴影下显得格外恐怖。白色的死神呼啸而至，距离我们只有不到50米。轰隆隆，雪崩的咆哮声震耳欲聋，仿佛整座大山都在怒吼。白色的雪浪裹挟着碎石和冰块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压来。死亡的倒计时只剩下几秒。放手，陈浩，你给我放手！我拼命挣扎，想要甩开腿上的枷锁，但陈浩就像一只濒死的章鱼，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死死缠住我，手指甚至抠进了我的肉里。不放，我就不放，你也得死！他仰着头，脸上挂着疯狂而扭曲的笑，眼里满是同归于尽的快意。上一世他把我扔出车外时也是这样的眼神，那种是亲情如草芥，是人命如儿戏的冷血。两世的怨恨在这一刻化作了滔天的怒火，烧穿了我的理智。想让我死，你也配！我猛地从袖子里划出一把餐车顺来的不锈钢西餐刀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握紧刀柄，狠狠扎进了陈浩那条完好的大腿上。啊！陈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剧痛让他本能地松开了手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。滚！我趁机抬起脚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踹在他的胸口。陈浩顺着陡峭的山坡滚了下去，被卷入了呼啸而来的雪浪之中。江宁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他的诅咒声被风雪瞬间吞没。我没有回头看他一眼，在雪崩即将吞噬我的最后一秒，我扑向了旁边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，死死抓住岩石的缝隙，将身体蜷缩到最小。轰！巨大的冲击力从头顶掠过，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。积雪压在身上，挤压着我的肺部，让我无法呼吸。寒冷、窒息、黑暗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也要葬身于此时，手腕上的手表突然震动了一下，那是求救信号被接收后的反馈震动。紧接着我感到头顶的积雪在松动，这里有人！快！生命探测已有反应，坚持住，我们来救你了！嘈杂的人声，铲雪的声音，还有那一束刺破黑暗的强光。一只戴着厚厚手套的大手穿过积雪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赌赢了，我活下来了，带着爸妈的那份希望，干干净净地活下来了。获救后的第3天，我躺在医院温暖的病房里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恍如隔世。爸妈就在隔壁病房，经过治疗，父亲的脚伤和母亲的冻伤都在恢复中。那辆如地狱般的高铁终于成了过去式。但有些人即使死了也不肯消停。江宁，你这个杀人犯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病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姑姑和姑父冲了进来。姑姑披头散发，眼睛红肿，一进门就扑上来要抓我的脸。是你，就是你害死了浩浩，我都听说了，是你把他骗下车，还把他踹下山的，你这个黑心烂肺的畜生！姑父则举着手机对着我疯狂拍摄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就是那个见死不救、谋杀亲表弟的杀人犯，我们要曝光你，让你坐牢，赔我们500万。原来自从救援队确认陈浩失踪后，姑姑一家就疯了。他们不是因为失去了儿子而悲痛，而是因为失去了这个养老保障和摇钱树而愤怒。他们在网上发小作文，开直播，声泪俱下的控诉我独吞物资、虐待表弟、谋杀亲人。不明真相的网友被带了节奏，我的社交账号瞬间被网暴，各种恶毒的诅咒铺天盖地。面对他们的撒泼，我神色平静，甚至还慢条斯理地削了苹果。闹够了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闹够了，就来看看这个。我拿出手机，连接上病房里的电视投屏，屏幕上出现了一段高清视频，视频的视角是广角的，清晰地记录了高铁商务座门前发生的一切。这是我早就架设在商务座行李架上的 GoPro 运动相机拍摄的。画面里，陈浩带着彪哥砸门放火，为了半瓶水学狗叫，出卖尊严，最后为了自己活命提议把我和父母扔出去探路。每一帧画面，每一句恶毒的话语都清晰无比，尤其是最后那段，陈浩狰狞地喊着让他们去死，换我们活。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姑姑和姑父张大了嘴巴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合成的！姑姑尖叫着想要去拔电视插头。是不是合成的？警察说了算。我指了指门口，
2名警察正严肃地站在那里。我们已经提取了视频证据，并走访了其他幸存者。陈浩涉嫌抢劫、纵火、故意杀人未遂等多项罪名，虽然他已经死了，但事实清楚。警察冷冷地看着姑姑一家。至于你们，涉嫌寻衅滋事、诽谤他人，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，我不去，我是受害者家属。姑姑撒泼打滚，却被警察强行带走。网络上的舆论瞬间反转，那些曾经骂我的人开始疯狂攻击姑姑一家。陈浩的所作所为被做成了鬼畜视频，成了全网的笑柄和反面教材。1个月后，我卖掉了那个充满不好回忆的老房子，用这笔钱加上之前的积蓄，在城郊买了一栋安保严密、带花园的小别墅。搬家那天，阳光明媚，父亲拄着拐杖，母亲扶着他，2人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。小宁，咱们回家。回家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一片安宁，前世的阴霾彻底散去，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往后余生只有温暖和光明。